大家好，歡迎返嚟日常不尋常。今日我哋要講一個毛骨悚然嘅都市傳說，聯繫住日本最駭人聽聞嘅懸案之一。有冇諗過你細個嘅時候睇龍貓，佢同大卷草子同大卷廁紙喺鄉下好開心咁玩樂，好溫馨又治癒。但如果話俾你聽，呢一部急卜力嘅經典動畫，可能隱藏住一個黑暗嘅秘密，影射1963年埼玉縣一單恐怖嘅懸案狹山事件，一個少女俾人殘忍殺害，直到而家都未能夠揾到真正嘅兇手。而呢個都市傳說話龍貓係一個死神，而大卷草子同大卷廁紙呢，喺動畫入邊呢已經係死咗噶啦。咁究竟係咪真嘅呢？今集日常不尋常就同你破解呢一個都市傳說嘅真相，理解下乜嘢就係狹山事件。大家好，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今集就等我哋一齊睇下呢個日常有幾咁唔尋常啦。多謝大家睇我哋嘅節目。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係以不同嘅角度去分析究竟日常發生嘅事係尋唔尋常。歡迎你同我哋一齊做一個社會實驗，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鐘仔，下次就可以通知你最新嘅節目。時間翻返去1963年5月1號，日本埼玉縣狹山市嗰一日，16歲嘅高中生中田善之嘅生日。喺放學嘅時候哼住歌，行喺翻屋企嘅路上邊，腦入邊就期待住家人為佢準備嘅生日派對。直到下午3點鐘左右，中田善之就不幸被拐徒睇中咗，喺距離屋企冇幾遠俾人打暈，而且綁走咗。直到晚上7點鐘左右啦，佢嘅爸爸中田健之放工返到屋企，發現門口玄關塞住一封嘅勒索信，裏邊就有中田善之嘅筆記簿，信入邊就寫住：如果你想個女生存落嚟，要準備20萬日元，喺5月2號午夜12點鐘送到佐野屋雜貨店，唔可以報警，否則佢就會冇命噶啦。20萬喺當時唔係一個細嘅數目，而係一般人一年嘅收入，折合而家嘅計算啦，就係大概100萬日元左右。而根據資料，拐徒點解會選擇佐野屋雜貨店嘅呢？原來係因為他們嗰邊係鄰近一啲嘅農田邊，偏僻無人，適合佢用嚟隱藏或者係逃走嘅。當時嘅中田健之心急如焚，最後決定報警。警方將案件列作為有拐罪處理，展開緊急嘅調查。5月2號嘅午夜，中田善之嘅家姐中田美惠帶住部分嘅假鈔作為贖金，就去咗佐野屋雜貨店啦。而佢後邊就跟住幾個嘅便衣警察同埋屋企人，去到目的地冇幾遠嘅時候，隱藏住喺一角嘅拐徒就開始發問啦。佢就問中田美惠：你係一個人嚟㗎？後邊有冇警察呢？佢哋兩個傾談咗10幾分鐘，突然間拐徒就覺得有埋伏，所以就即刻逃跑。警方見到拐徒逃跑，所以就即刻去追截。佢哋仲用埋警犬追蹤到附近嘅養豬場，但係好唔好彩就俾拐徒走甩咗，線索亦都冇晒。第二日佢哋繼續去搜索，依然係徒勞無功嘅。直到5月4號嘅朝頭早，傳來咗一個握信，中田善之嘅遺體俾人發現喺農田邊嘅麥田，雙手被綁上，塊面披住一條嘅手巾仔。法醫經過初步嘅檢查，發現更加殘忍嘅真相。佢死亡嘅時間大概係5月1號下晝嘅3點至5點。佢生前遭受到強姦、毆打，而死因係徒手勒頸導致佢窒息。佢嘅指甲充滿住兇手嘅皮屑，陰道入邊有 B 型血液嘅精液。而點解拐徒唔等到收到贖金先至去撕票呢？呢啲嘅疑問令到案件蒙上咗一片嘅陰影。而發現遺體嘅地點係一個相當敏感嘅地帶。佢哋話嗰個地方叫做被差別部落。咁究竟乜嘢係被差別部落呢？呢個係日本歷史上邊一個沉重嘅社會問題。喺江戶時代，
日本實行嚴格嘅封建身份嘅制度，武士、農民、工匠、商人分開唔同嘅等級，而最低等嘅佢哋會稱為衛多或者係非人，從事一啲低等嘅工作，例如係搬運動物嘅屍體、製作皮革、宰割動物或者係劊子手。呢啲人喺佛教或者係神道文化入邊，會覺得佢哋係污糟嘅，只能夠咧去到啲隔離嘅地區去居住，而且咧佢哋會世代繼承佢哋嘅身份，冇辦法咧同其他嘅階級去結婚同埋去進食嘅。明治維新之後，政府咧喺1868年咧廢除咗呢個嘅身份制度，宣稱咧人人平等，但社會偏見咧根深蒂固。呢啲人咧都會遭受到歧視，仍然咧被人排斥，喺揾工作同埋生活咧等等都會相當之困難。雖然戰後嘅日本憲法咧保障平等，但隱形嘅歧視持續。估計咧全國有100至300萬嘅呢啲部落民，主要咧集中喺關西同埋關東。狹山市嘅部落居民長期被主流社會孤立，養豬場嘅員工大多數咧都係呢啲嘅部落民，而養豬場嘅位置就啱啱喺中田屋企同埋佐野屋雜貨店之間嗰條路上邊，而呢一點咧亦令到佢哋成為咗呢單案件嘅疑兇之一，令到大眾咧都覺得有歧視嘅嫌疑。中田善之嘅死激起咗民憤。中田屋企係當地相當富裕嘅農家，媒體同埋公眾咧逼迫警方咧迅速要破案。警方喺養豬場附近發現一個男士膠底鞋嘅腳印，而尺碼咧係40碼。而當警方咧問呢個養豬場嘅時候，就發現咧其中一個前員工奧富元二咧曾經去過中田屋企咧去工作嘅。警方隨即傳召奧富元二，發覺佢嘅筆跡同埋勒索信上面嘅筆跡咧好相似，但到咗第二日，奧富元二咧竟然自殺咗，試圖咧證明自己係清白嘅。經過進一步嘅調查，警方係證實事件係同佢係無關嘅。呢一宗離奇嘅死亡事件令到案件更加詭異，調查咧陷入咗僵局。警方繼而鎖定另一名養豬場嘅前員工，就係24歲嘅石川一雄啦。同樣地，佢係一個部落民。巧合嘅係，佢係唯一一個 B 型血嘅員工，曾經犯過偷竊同埋傷害他人呢啲小嘅罪名。喺5月23號，警方拘捕咗石川一雄，聲稱咧已經係證據確鑿噶啦，筆跡相似。喺佢嘅屋企又揾到一對嘅膠底鞋，發覺同案發地點嗰個腳印咧係相似嘅。經過一啲嘅科學驗證，又發覺頭髮咧係比對比較接近，測謊反應咧有異常。但呢啲嘅證據亦非常之有漏洞嘅。警方將佢還押咗1個月，採用非常殘忍嘅逼供，仲威脅佢要拘捕埋佢嘅哥哥。言辭入邊非常之歧視佢哋，話佢哋嘅部落民全部嘅都係一樣嘅，訛稱只要你認罪嘅話，只係判10年嘅啫。石川屋企咧一家有7口，經濟咧全部靠哥哥佢一個人支撐。石川一雄為咗保護屋企人，喺6月20號咧，佢決定承認罪行。佢承認自己有綁架、強姦、殺人、棄屍以及勒索未遂等等嘅罪名，聲稱同2名嘅工人一齊犯事。但係呢啲嘅證供前後矛盾，同事實不符。1964年經過1審，石川一雄被判為死刑，但係佢喺2審推翻自己嘅口供，話咧佢係俾警察嚴刑逼供、拆贓嫁禍。但係1974年東京高等法院改判為無期徒刑。經過上訴，1977年最高法院咧維持最終嘅審判。民眾同埋石川一雄嘅支持者，尤其係部落解放聯盟啦，指出呢一個係歧視嘅案件。石川一雄初中輟學，寫漢字嘅水平係非常之低，所以根本寫唔出案入邊嗰一封嘅勒索信。而 B 型血鑑定只係屬於血清嘅抗體，佢冇 DNA 測試咁準確。案入邊嘅目擊證人非常之多，而呢一個嘅巧合好似係警方刻意安排一樣。
而其中一個證物話屬於石川一雄嘅一支鋼筆，最後發現原來係屬於死者嘅家姐中田美惠嘅。更奇怪嘅係1963年至1977年期間，同案件有關嘅大約10名嘅證人、記者同埋醫生都係離奇死亡嘅。事件慢慢變成一啲嘅政治事件、社會嘅事件。喺1977年，一架燃燒緊嘅汽車突然就衝向石川一雄所在嘅監獄，懷疑係同事件係有關嘅。最後，石川一雄喺1994年得到假釋，但係1995年佢嘅屋企俾人蓄意放火燒毀。咁究竟真兇係邊個呢？喺案發當日，曾經有人目睹中田善之喺返屋企嗰條路上邊遇過一名嘅同學，時間大約係4點鐘，同佢死亡嘅時間係吻合嘅。但係警方點都揾唔到呢一名嘅神秘同學，更有人懷疑石川一雄出現喺中田善之步行返去嗰條路線上邊，腳印太過巧合，加上警方懷疑係屈打成招，咁佢究竟係咪真兇定係另有其人呢？直到今日仍然係一個不解之謎。喺1988年，吉卜力工作室推出咗由宮崎駿先生執導嘅《龍貓》。呢部分嘅動畫講述兩姊妹搬到鄉下，遇見奇幻嘅大龍貓，展開咗一場奇幻嘅冒險。但係網友就發掘咗一系列嘅線索，佢哋認為呢部嘅動畫係影射狹山事件嘅，呢啲入邊嘅細節同案件有驚人嘅巧合，種種嘅跡象令到龍貓變成咗死神。而故事入邊嘅兩姊妹其實已經死咗噶啦。首先，故事嘅地點設定喺所澤市，同狹山市大約係2至3個車站之隔。片入邊仲出現咗寫住狹山茶嘅箱，而呢一個係當地嘅特產，但係就被網民解讀為向事件有暗示嘅成分。兩位主角香港譯音就稱為大卷草子同埋大卷次子，但其實佢哋嘅原名係高月同埋梅，而呢兩個名喺日文同5月係有息息相關嘅意思。而狹山事件正正就發生喺5月。以下我係會講返香港嘅譯名，因為咁會有代入感多啲。當大卷次子走失咗之後，鏡頭影住佢係坐喺一排嘅地藏王菩薩旁邊，有網友就推測咁樣係象徵佢已經係死咗噶啦，因為菩薩守護住小朋友嘅靈魂。更有網民推測佢係暗示中田善之，因為佢哋兩個係同一個命運，都係中年早逝。大卷草子搭貓巴士嘅時候，大家會望到貓巴士上邊嘅牌寫住墓道，聽起嚟係好似前往墳墓嘅道路，所以就有人推測龍貓就係死神啦。佢哋只係俾就嚟死嘅人睇到嘅啫，就因為咁，佢哋兩姊妹先睇到龍貓，暗示佢哋兩個已經過咗世噶啦。更有眼利嘅網民睇到電影嘅末段，佢哋兩姊妹喺某一啲嘅場地係冇影嘅，證實佢哋已經係一個鬼魂嚟噶啦。而其他更詭秘嘅細節係片名入邊嘅鄰同狹山個下發音係相當之接近。佢哋鄰居嗰個男仔坎太成日話佢哋兩姊妹住緊嗰間屋係一間鬼屋嚟嘅。而電影嘅末段佢哋攞住粟米去到醫院探望媽咪嘅時候其實都有另一個詭異嘅暗示，因為粟米日文嘅發音聽起嚟就好似而後者嘅意思就係殺細路咁解。網上邊呢啲嘢謠言鬧得熱烘烘。吉卜力就出嚟發表咗辟謠嘅聲明，但係發表聲明嗰一日啱啱就係2007年5月1號，而呢一日啱啱就係中田善之失蹤嗰一日啦。呢啲嘅巧合令到網友相信宮崎駿其實用呢個動畫包咗一個黑暗嘅真實事件，暗中批判不公平嘅司法制度，仿佛係為狹山事件抱打不平。呢啲恐怖嘅都市傳說聽起嚟都非常之驚人，但係有網民就拆解，其實有另一個嘅睇法。吉卜力工作室由宮崎駿到製作人鈴木敏夫多次以不同嘅形式否認呢啲嘅傳聞。喺2007年5月1號，佢哋喺官方嘅網址公開咗聲明，龍貓並唔係一個死神，
大卷廁紙咧佢冇死到，呢啲嘅謠言絕對係唔真實嘅。冇影嘅場景只係製作者製作嘅時候省略時間，大家咧就唔好相信啦。鈴木敏夫啦更加補充大卷廁紙同埋大卷草紙咧喺某一啲嘅場景係有影嘅，只係部分嘅畫面去補畫到咁解嘅啫。咁啱嗰啲場景咧就俾網友發掘到，繼而製造咗嗰啲嘅都市傳說出嚟。至於點解要挑選5月1號出呢個聲明呢？官方強調咧只係無意之失。以下就等我哋從一啲嘅線索還原事件嘅真相。龍貓嘅靈感係嚟自宮崎駿嘅童年，佢1941年出生喺東京，3歲嘅時候因為戰爭搬翻鄉下，繼而10歲嘅時候搬翻去東京嘅。佢嘅媽咪因為肺結核嘅關係，所以成日要搬屋，而宮崎駿屋企係排行第2，負責照顧細佬。故事嘅背景設定喺昭和30年代。呢個正係佢童年嘅一個寫照，充滿咗鄉村生活嘅自然同埋純真。大卷草紙同埋大卷廁紙嘅日文名雖然係同5月係有關係，但呢個因為係原先嘅設定，只係得一個女仔做主角，而呢個女主角就叫做5月。後來一分為二，所以就將5月呢個名拆分咗2個名咁解嘅啫。而地點方面，所澤市係宮崎駿1960年代曾經住過嘅一個地方。狹山丘陵嘅森林啟發咗電影嘅一個場景，就係而家俾 fans 稱為龍貓之心嘅地方啦。而狹山茶嘅霜只係融入當地嘅一個特產，係毫無影射嘅意思。7個山病院嘅原型係所澤市8個山嘅新山手病院，而呢間嘅病院係專醫治肺結核嘅，同宮崎駿嘅媽咪嘅病歷係相符嘅。有網民就話大卷草紙曾經喺電影入邊揾到一隻草骸，嗰度就暗示大卷廁紙其實係已經死亡噶啦。但係如果細心咁核對嘅話，揾到嘅草骸同埋大卷廁紙着住嗰隻草骸係根本完全唔同款嘅。其實電影係一早已經設計咗，只係為咗營造緊張感，先會有咁樣嘅安排。而地藏王菩薩嗰個場景係嚟自宮崎駿所住嘅所澤市散步嘅真實路段。菩薩喺日本係一個常見嘅守護神像，唔係一個死亡嘅象徵。亦有網民話，點解佢哋2姊妹去到醫院，但係就遠遠咁望住媽咪，而走入醫院去探望佢呢？係咪暗示佢哋2個已經係死咗？所以佢哋嘅爸爸媽咪根本就睇唔到佢哋呢？吉卜力工作室曾經解釋呢一段點解要咁樣嘅安排，因為話住所同埋醫院其實有相當嘅距離，所以突然間見到佢哋2姊妹嚟到醫院其實係會嚇到佢哋嘅父母嘅。為咗唔造成呢一份嘅驚嚇，所以佢哋只能夠遠遠咁睇住佢哋嘅父母。根據宮崎駿所講，龍貓嘅靈感係嚟自宮澤賢治嘅童話《橡果與山貓》，而呢一個嘅童話係講述一個奇幻嘅生物，並唔係死神。至於大卷草紙同大卷廁紙有冇死到呢？其實喺電影嘅末段已經係揭示咗呢個嘅答案噶啦。片尾有啲插畫係顯示佢哋嘅媽咪同2姊妹喺屋企講故事。而且喺2003年嘅一段短片《大卷廁紙與小貓巴士》呢一套只係喺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入邊放映嘅一套短片，講述龍貓電影之後嘅一啲嘅小故事，就將呢一個嘅都市傳說徹底打破。我哋講翻狹山事件嘅核心人物石川一雄，佢嘅命運係整件悲劇嘅高潮。被捕之後，佢被控多項嘅罪名。1964年一審被判處死刑，佢要求上訴，話因為俾警察逼供，所以先會導致有冤獄嘅發生。但無奈之下，1974年被判處無期嘅徒刑。1977年最高法院維持呢個原判，經過多次要求再審之下，最後喺1994年獲得假釋，結束咗31年嘅牢獄生活。因為種種嘅背景，佢成為咗一個民族嘅英雄。2018年9月，法院終於判佢係無辜嘅，承認當年係有證據嘅漏洞，同埋調查期間發生咗問題，所以真兇仍然係逍遙法外，中田善之仍然係未能夠沉冤得雪嘅。2025年3月11號，石川一雄因為吸入性肺炎
喺狹山市一間嘅醫院病逝，享年係86歲。好啦，今集嘅內容就到此為止啦。大家對事件又有咩嘅睇法呢？不妨喺留言區講低你嘅睇法。如果中意今集嘅內容，不妨俾個 like， 訂閱我嘅頻道，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內容就可以即刻通知你㗎啦。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包括係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s，嗰度有啲額外嘅資訊可以提供翻俾你哋嘅。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我哋下集再同你睇下呢個日常有幾咁唔尋常啦。